1991年2月26日下午4点10分，美军第二装甲骑兵团第二中队一连及13辆 M3 步兵战车、9辆 M1 主战坦克，在麦克马斯特中尉的带领下，朝一个不知名的小山坡山脊线冲去。而接下来，当麦克马斯特乘坐的 M1 坦克刚好处于山脊线最顶端时，一连几乎所有人的瞳孔都开始骤然收缩。他们看到，在山体的另一侧，距离伊莲所在山丘1420米外的平坦处，似乎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伊拉克 T72M 坦克。更要命的是，离伊莲最近8辆 T72 的炮口，此时正对着 M1 坦克最薄弱的腹部。无论现在掉头逃窜，还是率先开火，留给麦克马斯特考虑的时间都少得可怜。以上遭遇是海湾战争地面战役东七三之战的序幕战，是沙漠风暴众多的分支行动之一。有人称这场遭遇战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坦克战争。据情报显示，伊拉克绝对忠诚的真主第3机械师，又称塔瓦卡尔纳师，可能藏匿于东70区域，也就是盟军作战地图里南北线极点东7000米处的1万米方格内。美军第二装甲骑兵团的任务并非和这支部队展开火力对攻，而是找到他们的所在，将坐标信息报告给美国陆军第一步兵师和第3装甲师，由后者前来将其歼灭。第二装甲骑兵团由第1、第2、第3中队G、L、K 4个连队组成，共480名士兵，52辆 M3 布拉德利战车，36辆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第一中队空中支援中队，第二中队 E 连、G 连，第3中队 I 连、K 连。时间回到2月26日早上8点，麦克马斯特指挥的一连接到命令，跟随第二装甲骑兵团前往东70区域，搜索伊拉克装甲部队。凭借 M3 布雷德利战车的车长周世进，上午11点，一连抵达东50区域，并向东60区域开进。持续1夜的沙尘暴并没有因为白昼的到来而减弱，这让联军的空中侦察几乎完全失灵。刚刚投入实战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也受到了不小影响。因此，搞清楚伊拉克装甲力量在沙漠中队的具体分布，依旧需要投入机械化重装部队来完成。持续的沙尘暴致使美国第一步兵师行动延误。第二装甲骑兵团在抵达东60区域后，决定独自向东70区域进发。东70区域是美军第3装甲师和英军第1装甲师之间的进攻空档，一旦此空档被伊拉克军队占据，联军地面主力部队的右翼将陷入危险境地。2月26日下午3点45分，顶在第二装甲骑兵团最前方的一连，在一片混沌中抵达东68，接近东70。就在这时，一连一排侦察兵劳伦斯在 M3 布拉德利战车的红外影像中发现了3个藏有伊军的 ZU-232 双管高射炮火力据点。麦克马斯特随即下令开火，在一轮25毫米机炮和120毫米破甲弹的齐射之后，据点内的伊拉克士兵很快选择了投降。下午3点55分，一连3排侦察兵麦克雷诺兹在正前方东70区域发现一座驻扎着伊拉克士兵的小村庄，麦克马斯特立即命令一连以街行阵前往打击。下午4点10分，一轮破甲弹齐射后，藏有伊拉克士兵的村落建筑被炸成废墟。村落不远处的一辆 T72M1 主战坦克也被 M3 步兵战车发射反坦克导弹彻底摧毁。时间来到下午4点18分，经几场小战告捷后，伊连全然忘记了自己的侦察使命。此时，他们仿佛化身主力，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继续向东推进，不断斩杀敌军。2分钟后，带头冲刺的麦克马斯特率先爬上一座低矮的沙丘，然而就在这时，他所乘坐的 M1A1 却悄然停了下来。麦克马斯特发现一整支伊拉克战车大军在下方的开阔地上严阵以待，离自己最近的是8辆藏在掩体内的 T72M1 坦克。此时，这些坦克正用黑洞的炮口指着自己所乘坐 M1 坦克的腹部，只需要1颗炮弹，他和这辆坦克里的队友也会被送去西天。此类防守部署颇为巧妙，利用反斜坡不仅可以完美躲过地面侦察，当联军装甲车辆越过山脊线时，还会暴露放松最薄弱的腹部，可谓是一举两得。正前方有坦克， M3 战车炮长的一声呼喊将麦克马斯特从短暂的走神中拉了回来。所幸 T72 坦克没有开火，这让麦克马斯特相信眼前的伊拉克防守阵地并没有发现伊连的到来。此时
M3 步兵战车的激光测距仪屏幕显示，伊拉克坦克阵地距离自己只有1420米。在肉眼观测失灵的沙尘暴中 ，M1 的改装型号 M1A1HA 的双向稳定系统可以在移动中保持精准火力。先进火控系统、自动测算弹道、热成像仪等设备，使得该坦克可以从 2.1 公里外瞄准并锁定沙尘暴中的目标。相对于伊拉克装甲部队，一连不到20辆战车的总数明显处于劣势。不过科技的优势无疑可以填补数量的不足。麦克马斯特深知这一点，他随即下令 M1A1 战车率先开火。指令落下的同时，一枚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从 M1 坦克炮口喷出，10米之外的 T72 炮塔应声起飞。几秒后，第二枚穿甲弹再次射出，第二辆 T72 随之被毁。见指挥官麦克马斯特大开杀戒，其余8辆 M1A1 也将弹药从此前攻坚的破甲弹换成了穿甲能力更强的穿甲弹，并立即朝山坡下方的阵地开火。M3 步兵战场则选择冲下山脊，用25毫米 M242 巨幅式机关炮，以每分钟500发的射速，对山坡下的伊军战车进行肆意射击，或者用陶式反坦克导弹对其进行精确打击。伊拉克阵地随之陷入混乱之中，混乱代表着无序，无序说明没有任何准备。在海湾战争正式进入地面战役以前，伊拉克侦察部队以及技术侦察手段已被联军38天的轰炸悉数摧毁。此时又恰逢沙暴弥漫，因此驻守在东70区域的伊拉克防守部队并未察觉到美军侦察连的存在。在这场混战中，伊拉克军队2辆 T72M 率先做出反应，调整炮口，朝麦克马斯特乘坐的 M1A1 急速开火。幸运的是，2发炮弹从 M1 坦克头顶呼啸而过，不等这2辆 T72M 完成换弹，一连其他 M1 坦克的炮口就将其瞄准并随之摧毁。就在这时，一连战车驾驶员发现己方部队似乎陷入了反步兵雷区，见此，麦克马斯特立刻下令把车速降低至20公里每小时。就这样， M3 步兵战车一边顶着脚下时而响起的爆炸，一边为两侧的己方坦克让出一条宽敞的射器。原本与麦克马斯特乘坐坦克成排列的其余8辆 M1 迅速驶下山丘，并以 M3 腾出的射界为中心，向剩余4辆伊拉克 T72 开火。随着最后一辆 T72 炮塔起飞，麦克马斯特清楚地知道，这8辆 T72 坦克的东侧，也就是自己在山脊线上观测到的大片伊拉克坦克阵地，很可能是伊拉克的主力坦克部队——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因为只有这支部队才有配备 T72M 主战坦克的资格。麦克马斯特评估的没错，驻守在此处的正是伊拉克真主机械师第18机械旅和第12装甲师第9装甲旅。眼前摧毁的8辆，仅仅只是这支部队的最前线阵地。再向东延伸，就是这2支部队的主力坦克阵营，由30辆 T72M 坦克和40余辆 BMP-1 步兵战车组成的装甲集群。是见好就收，把活甩给后面大部队，还是果断出击，提前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麦克马斯特再次面临了这种没有时间考虑的选择，所有决定都在他的一念之间。就在这时，第2骑兵团总指挥通过无线电告知麦克马斯特，他所在的东70区域是一连的侦察范围极限。如果说麦克马斯特此前还在犹豫，那么此次通讯无疑给了他一个完美的撤退理由。不过，也正是在这次通讯之后，麦克马斯特却做出了一个与撤退截然相反，但足以让自己名垂世界的重大决定。他决定以自己亲率的9辆 M1、13辆 M3 直面70余辆伊拉克坦克战车。有人曾经在战后评价麦克马斯特的这个决定是杀红眼的状态下脑门一热的结果，完全是违背了祖宗决定。只是当时他们运气较好，遇上了沙尘暴，否则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对此观点，麦克马斯特并非脑门一切。在一连抵达东70区域以前，遇到过伊拉克坦克的零星抵抗，但是在火控系统以及双向稳定系统的加持下， M1 坦克包括 M3 战车全部毫发无伤。经过刚刚与8辆 T72 的那一仗，让麦克马斯特更加确信自己乘坐的 M1 坦克炮管在高速运动中仍然可以保持高度的平衡。这一特征使得 M1 在3000米外发出的第一枚炮弹可以达到 87% 以上的打击精度。同时，先进火控系统赋予了 M1 自动瞄准的功能，炮手不需要人工锁定目标，只需要将炮塔旋转至目标的方向，激光测距后经过简单的人工微调即可开火。无视天气，可以在1000米外肆意射击，最大夜视距离达2000米。反观 T72， 这型坦克当时只有简单的垂直稳定系统，TVN 14923红外探照灯的作用距离也只有800米，
对付1800米内的静态目标 T72是把好手，但如果是移动的或者是稍远的目标，这两苏联制造的铁疙瘩就无能为力了。更要命的是 T72开火时需要人工瞄准，如果目标不断变速，需要多次测距跟踪。此前的战果已经多次表明 T72只有红外线夜视仪，没有热成像系统。在 M1A1 的热成像系统中，开着红外夜视仪的 T72就如同一团夜间的篝火，异常显眼。因此在与美军坦克进行夜间对抗时，伊拉克 T72要么选择不开红外夜视仪，纯靠视线进行目标锁定，或者说偷袭，要么选择打开红外夜视仪，试着与 M1A1 同归于尽。同归于尽的这个想法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却几乎不可能实现。当时伊拉克 T72M 配备的是 3BM1215 两种穿甲弹，只有315毫米和340毫米的穿身。它的对手是装备平油装甲的 M1A1HA， 该型坦克的炮塔正面防穿高达600毫米，侧面450毫米。M829A1 穿甲弹的穿身超600毫米，这也就意味着麦克马斯特乘坐的 M1A1HA 可以在2000米外将藏在掩体内的 T72M 连墙带车一起掀翻。以上设备、防护和弹种的优势，让麦克马斯特确信自家坦克在多方面都更胜一筹。这是一场把握十足的豪赌。很显然，当时的伊联赢得盆满钵满。当麦克马斯特下达冲锋的命令后，9辆 M1A1HA 率先朝东73区域急速前进，伊联2排4排 M3 骑兵战车侧后方以蝮蛇机关炮和陶式反坦克导弹进行掩护。此时距离伊联在此处首次开炮仅过去不到5分钟的时间。这是一次激烈而残酷的坦克大战，激烈指的是盟军，残酷指的是伊拉克军队。一方是装备 T72共和国卫队装甲旅，一方是9辆 M1 的美军第2骑兵团第2中队伊联。双方在沙尘漫中展开了一场近距离殊死搏斗。此时战场上没有一方占据空中优势，大家都没有额外的火力支援。比拼的内容除了谁的防护更硬，谁的炮弹更准，还有谁的战斗素养更高，战斗意志更强。下午4点45分左右，伊联坦克和战车失去了全部的射击目标。当他们在东73区域一个高地顶端停下来的时候，28辆 T72坦克、16辆步兵战车以及40余辆卡车已经彻底变成了残骸。通过简单的战损汇报后，麦克马斯特的嘴角微微上扬。伊联以0伤亡，近乎于0战损拿下了这场遭遇战的胜利，仅用时23分钟。稍作休整后，麦克马斯特派出2辆 M3 布拉德利战车前往北侧联系此前失联的 G 联，途中意外遭遇13辆 T72组成的伊拉克坦克防守阵地。M3 凭借陶式反坦克导弹和自身的25毫米机炮击毁5辆 T72后，美军第2骑兵团第2中队、第3中队的 I 联、K 联和 G 联相继加入战斗，将所有 T72全部摧毁。从下午6点半开始，集合完毕的美军第2骑兵团开始遭遇数波伊拉克 T55和 T72坦克部队的围攻，致使美军不得不动用大规模炮击和密接空中支援来挡住攻势。此后，这场地面战役随即进入你来我往的穿甲弹对攻。晚上10点后，双方进入零星交火状态，直到第2天清晨，再也没有大规模的交战发生。据美军作战指挥部的报告显示，第2装甲骑兵团的第2和第3中队在东73战役中共摧毁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塔瓦卡尔纳师的2个旅级军团，俘虏2000人，歼灭159辆 T72或 T55坦克以及260辆其他战车。其中仅伊联所在的第2中队就击毁了55辆伊拉克各型坦克、45辆其他装甲车，以及俘虏了865名伊拉克士兵。第2装甲骑兵团的最终损失包括6人阵亡、19人受伤。经此一战，0伤亡0战损的伊联指挥官麦克马斯特由上尉军衔步步高升，最终至陆军中将。1991年2月26日22点30分，美军第2装甲骑兵团位于东74区域的战斗基本宣告结束。随着美军第1步兵师向前推进，伊拉克部队开始面临着摧枯拉朽般的打击。第1步兵师在漆黑中穿过第2装甲骑兵团打下的防线，向目标诺福克推进。该地区包括 IPSA 管道路、几条沙漠小道和一个大型伊拉克补给站交汇处。现在，伊拉克第18和第37装甲旅面对的不再是几个装甲骑兵中队，而是由6个美国坦克和步兵战车重型营以及6个155毫米野战炮营组成的重装师。
23点30分左右，由泰勒·琼斯中校率领的第141步兵特遣队第66装甲团第3营遭遇了一个装甲 T5的伊拉克坦克营。和此前一样，伊拉克士兵并没有选择立刻逃跑或投降，然而等待他们的将是和此前一样的结果。冷战时期，除了天空武器的脱胎换骨，美军的地面武力也完成高质量跨越。我们完全可以将这场战役看作是海湾战争地面战役的缩影。海湾战争期间，联军的装甲部队与伊拉克的装甲部队仅只进行了不到100小时的较量。美国第7军是联军的主要作战部队，该军由1487辆坦克、1384辆步兵战车、568门火炮、132门多管火箭炮、8个导弹发射器和242架攻击直升机组成，总兵力达146321人。其主要兵力战斗编队有第1装甲师、第3装甲师、第1步兵师，隶属于第1步兵师的第2装甲师，充当第7军先锋的第141步兵特遣部队，以及本期节目开头的主角第2骑兵团，充当侦察和掩护部队。2个重型师分别为第1骑兵师和英国第1装甲师。第7军与伊拉克军队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战斗，一些在范围和规模上具有历史意义，比如诺福克麦地那岭和东七三，这3场战役被认为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战役之一，或者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历史3大坦克战役。到1991年2月28日战斗结束时，美国第7军共行军260公里，俘虏22000名伊拉克士兵，摧毁1350辆伊拉克坦克、1224辆装甲运兵车、285门火炮、105套防空系统以及1229辆卡车。美军在此战役的主要战车是 M1A1 艾布拉姆斯坦克和 M3 布拉德利战车，火炮系统是自行式 M109 榴弹炮，攻击机、直升机编组由 AH-64 阿帕奇、贝尔 AH-1 眼镜蛇以及 A10 油猪组成，其中 A10 油猪机组人员在战斗中共摧毁伊拉克坦克900余辆，其他军用车辆2000辆，火炮1200门。英国投入的军力代表是被称为沙漠之鼠的第1装甲师，该师在此战中共投入大约176辆挑战者1坦克以及不等数量的勇士履带式装甲车。挑战者1坦克也是海湾战争中的高效坦克，在战斗行动中摧毁了大约300辆伊拉克坦克，自身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勇士履带式装甲车作用和 M3 步兵战车类似，该车辆的改装版本包括迫击炮运输车、反坦克系统以及指挥和控制车辆。火炮主要是美国制造的 M109 榴弹炮、M110 榴弹炮和与美国系统相容的 M270 多管火箭炮。空中支援方面，包括用于侦察的邓林直升机，可以和美国 AH-1 眼镜蛇相媲美的山猫直升机。美国第1装甲师负责保护第7军的右翼，该军的行动计划为等第7军渗透到伊拉克防线后，伊拉克第52装甲师如果发起反击，那么英国第1装甲师第4旅和第7旅负责将其拦截和摧毁。整个海湾战争，英国第1装甲师缴获或摧毁了约300辆伊拉克坦克、多个伊拉克炮兵阵地，同时他们还接受了7000多名伊拉克战俘，其中包括2名师长和2名将军。正如一些观众的点评那样，海湾战争为期4天的地面战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在武器数量和士兵数量都不占优势的前提下，依靠火控、卫星、导航甚至是观瞄设备的科技属性，将这一仗200万人规模的军团大战打成了一场朝向一边倾倒的碾压战争。如果仅看结局，这一仗确实没什么特别的看头，甚至有人认为美军是拿宰牛的刀杀了一只柔弱的鸡，有些胜之不武。在此战前，美军并不确定自己的军力是否能达到牛刀的级别，因此为士兵们提前准备了数十万个收尸袋，同时集结联军超95万人，3113辆坦克，1800架飞机，2200门火炮。从这一集结规模，联军要打的更像是一头中东的野狼，绝非是一只柔弱的母鸡。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军队已是世界第4大军事力量。保守估算，伊拉克至少拥有95万5千名常备士兵，65万名预备役，拥有4500辆坦克、484架战斗机、232架战斗直升机。伊拉克主要参战武器。这一保守数字和上期节目里我们罗列的数据大概少了1/8左右。不过，伊拉克强大的防空能力是当时全世界有目共睹的，这一点无可动摇。我们再来看联军的武器配置。
美军投入决定性的力量，充分发挥海空和高技术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多管齐下，速战速决，避免战争陷入越南战争时的那样的泥潭。这个做法是合理的。之所以形成一边倒的战局，主要因素自然是联军的科技属性高于伊拉克军队，这一特点仅从 M1 坦克和 T72 坦克的较量就可以看得出来。其次，美军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对陆军来说至关重要。美军的即时全球打击系统可以在96小时内将一个旅的兵力投送至全球任何一个地区，120个小时内投送兵力可以到达一个师。以此时间和容量来推算，美军将5个标准作战师团投送至任意目标区域的时间仅需30天左右。海湾战争42天，美军仅陆军部队就投送了近30万人，同时还包括了该人数配置的坦克、战车以及火炮弹药。这一结果比即时全球打击系统的标准速度30天部署5个陆军作战师的预期还要快上不少。从以上准备不难看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认认真真的准备了一场大战，这个态度是对萨达姆的无限尊重。只是在开战前，双方可能都没有想到，仅仅才过去42天，这场汇集了200万名士兵的大军团战役就宣告了结束。就在科威特解放前的凌晨夜晚，美国先是通过空袭和海军炮火，让伊拉克军队认为联军的主要地面攻击会集中在科威特中部。随后，美国第1、第2海军陆战师和第1轻装甲步营跃进进入科威特东部，并向科威特城进发。在行进过程中，这支部队遭到了战壕铁丝网和雷狙，但由于这些阵地的防守相对薄弱，仅经历零星几场坦克战，伊拉克强大的防空系统在这一战里击落9架美国战机，给联军空中力量制造了不小的麻烦。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联军也从东部挺进科威特，途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2月27日，萨达姆终于认清了双方的差距，命令大军从科威特撤退。美国时任总统布希宣布科威特解放。这一段有一个小插曲，萨达姆吩咐大军撤退前要在科威特境内执行焦土政策，于是伊拉克士兵放火烧毁了近700口科威特油井，并在油井周围埋设地雷，使美军灭火行动变得更加困难。就是这一政策，使本来就遭人厌恶的萨达姆政权在短时间内又受到更多的差评，为12年后萨达姆倒台埋下了长久的伏笔。尽管成功解放了科威特，但联军指挥部认为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如果没有被彻底被摧毁，等他们逃回伊拉克后，很有可能会卷土重来。于是联军决定派出美军予以追击。美国第18空降军在美国第3装甲骑兵团和第24步兵师的策应下，对伊拉克南部甚至不设防的沙漠发动了全面的攻击。第101空降师对敌方领土进行了深入249公里的空中攻击，大约400架直升机运送2000名士兵进入伊拉克。2月27日傍晚时分，第101步兵团切断了8号高速公路，摧毁了试图向西逃亡的伊拉克纵队。这条高速公路是巴士拉和伊拉克军队之间的重要补给线，因为此次追击造成了众多伊拉克逃跑的士兵死亡，因此这条公路也被称为死亡公路。第101师在100个小时的战争中，以零伤亡的代价俘获了2000多名伊拉克战俘，击毙200至1000人，摧毁坦克数量1800至2700辆。正是因为死亡人数众多，这次行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一些评论员认为，此次行动中死亡的1000人里可能掺杂着平民或者科威特人质，这一说法因没有确凿的证据，至今仍然是一个抱而未解的谜团，因此这里我们不做过多解释。另有反对者认为，既然伊拉克军队已经逃至本土，就不应该再发动攻击。然而事实证明，追击决定是无比正确的。伊拉克起义，1991年3月1日，海湾战争停火后的第2天，伊拉克库尔德人领导民族起义，反对萨达姆政权。从两伊战争到刚刚结束的海湾战争，短短10年，无论是伊拉克的人口还是经济，都被萨达姆带入了深渊。因此，这场起义迅速得到了伊拉克人的支持。和以往不同，这次他们不分种族，不论信仰，不看身份，仅仅只为推翻萨达姆而走到了一起。起义开始头2周，伊拉克大部分城市和省份都被起义军占领。但是随着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从科威特撤出，萨达姆政权成功恢复了对首都巴格达的控制。此时又恰逢1991年3月10日的告别沙漠行动，美军从波斯湾全面撤出54万人。这一变化使伊拉克共和国卫队更加肆无忌惮，开始用原本对付美军的炮弹镇压起义军。4月5日，
伊拉克政府宣布，伊拉克所有城镇的煽动、破坏和骚乱行为被彻底镇压。据估计，伊拉克军队长达1个月的高压，致使伊拉克2万5至10万名伊拉克人在起义中丧生，数百万库尔德人翻山越岭逃往土耳其和伊朗库尔德地区，近20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残酷的结果，正是大部分支持美军追击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原因。不少美国评论员批评布希政府，因为他们选择了让萨达姆继续统治伊拉克，而不是继续攻击巴格达并推翻萨达姆的政权。布希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1998年共同撰写的《改编的世界》一书中指出，这样的做法会使成为敌对国的占领者，这会导致联盟破裂，并带来许多不必要的政治和人力成本。1992年，战争期间的美国国防部长迪克·切尼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我认为这不是一场廉价的战争，我们无法将他们全部带回家。我们把他驱逐出科威特时，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目标。从维护正义的出发点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确实做了他们该做的。只不过，以上争议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萨达姆政权没有立即倒台，就说明美国做的还是不够。无论是摧枯拉朽的空中打击，还是 A-10油猪咆哮下的死亡公路，都只能算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演出。海湾战争后，各国政府开始迅速调整军备、整编、改编、精简。相信关注军事领域的朋友们对这些词语不会陌生。有很多人说，海湾这一战，美军把全世界打怕了。这个说法虽然很俗，却很精准。正是经此一战，美军军力从幕后的世界第一，彻底做来到目前。这一战过后，就算美国说它不是地球霸主，也不会有人相信了。能达到如此传播效果，源于媒体的帮忙。人们对战争的了解不再只是来自地方新闻报纸，世界各地的人可以直接在电视前看到导弹击中目标，或从军舰上发射导弹的实况转播画面。对于当时的联军来说，他们非常愿意展示自己武器的精确性，同时这次战争的报道及时性也是前无所有的。许多美国记者在战时留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使得联军导弹飞入伊拉克领空的图像在当天晚上就能传播到大洋彼岸的电视新闻当中。一支英国电视台的记者组在前线跟拍军队，甚至在盟军抵达科威特前一天进城，然后在第二天报道阿拉伯军队进入该城的盛况。因此，海湾战争也算是人类战争史中的第一场媒体战。好了，关于海湾战争咱们就解读到这里。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作战双方在这场战争中的各类损失，以结束本期专辑。下期节目再见。